你有没有试过这种状况？明明一路上状况百出，连路灯都在示警，但你就是铁了心要走到底。有时我们会发现，神不只会用话语阻止我们，有时候他甚至会派动物来拦你，因为你太执着、太盲目，甚至连驴都比你清醒。在前段故事中，摩押王巴勒想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，第一次被拒绝后，他不死心，在民数记22章15到30节中，他再派出更多尊贵的使者，更丰厚的奖赏。巴兰又再去问神一次，神对他说，你可以去，但只能说我要你说的话。乍看之下，神好像答应了，但接下来你会看到，神一点也不高兴。当巴兰骑着驴出发，神派天使站在路中要拦他。驴子3次看到天使就停下，转向，甚至直接卧倒。反而是巴兰什么都看不到，只知道生气，一路打驴。最后神让驴子开口说话，我什么时候对你这样过？你到底为什么一直打我？天哪，驴都看得比人清楚。陈思妍是一位新手创业者，刚成立一间咖啡厅，地点选在文青热区，但开店不到半年，他已经快精神破产。朋友提醒他，你要不要先考虑暂停，重新规划？他说，不行，我已经投入那么多，不能就这样放弃。有一天，他得知一位连锁餐饮老板对他店面有兴趣，要跟他合作经营。对方开出的条件很优渥，让他继续当店长，还加薪，但品牌要挂他的名字，咖啡豆也要改用他们供应的。他心里挣扎，这是不是神开的路啊？他祷告，感觉神没清楚说是，但也没说不。他想，那我去谈看看嘛。于是合作会议安排在隔周一上午10点。那天早上连下3场暴雨，他搭计程车，结果车子在高速公路上抛锚。他换了一台车，结果司机是新手，开错交流道又迷路。他急了，改搭 Uber， 结果一上车，导航就开始疯狂绕圈，一直重新规划路线，甚至一度说目的地不存在。他气急败坏地对导航说，你有病哦。司机忍不住笑出声，小姐，我觉得你今天可能不太适合去谈判呢，这路况太不寻常了。他一怔，突然联想到过去几天的不寻常，咖啡机突然坏掉，冷气漏水，合作对象2度延会，今天的路况又像在强制他停下来。他冷静了一下，对神说，主啊，如果这不是你的路，我愿意放下。他打电话取消会议，转身回到自己店里。回到咖啡厅的当下，他看到墙角的老顾客笑着对他说，
你知道吗？这里的味道就像我大学时最喜欢的咖啡馆，希望你不要换风格。那一瞬间，他哭了。几周后，他遇见一位真正热爱咖啡的投资人，愿意资助他保留原味，扩张分店。这一次没有暴雨，没有抛锚，没有导航暴走，只有一路平安和心中满满的平安。有时候神用的不是一句你不可以去，而是一连串的打不开的门。看似巧合的拦阻，甚至是动物都看得出来的不寻常。但问题是，我们有没有停下来问主啊，你是不是不希望我这么做？巴兰明明是先知，却看不到神派来的天使，反而是驴子3次看见3次阻止。这不是巴兰视力不好，而是他心太执着，已经不想看见任何与自己期望不同的东西。当你一心只想走自己认定的路，就算神把路挡死，你也会找理由绕过去，但驴不会。有时候我们得谦卑一点，如果一头驴都能分辨神的旨意，我们怎么可以一意孤行呢？